本视频制作耗时7天，共计30分钟，全方位解读东南亚国家为什么会从美国同盟、反共先锋转变为会对美国说不的中国好朋友。东盟与中国应当建立更为紧密的共同体。2023年9月14号，时任东盟秘书长高金洪在香港大学演讲时，高度评价了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并对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寄予了厚望。对于将中国当作最危险的对手，正在到处拉帮结派，试图遏制中国的美国来说，东盟此举无疑令他们极为失望。尤其令美国难堪之处在于，东盟原本是一个亲美反华的组织，在上世纪曾是美国遏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却顶着美国的压力，也要与中国交好。东盟的态度为何会发生如此翻天地覆的转变？美国的东南亚反华前沿为何会步步失控？东南亚是英法传统殖民地，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东南亚各国取得了独立，但在这一过程当中，美国势力也开始在大国对抗的局势之下，小国难以独善其身。东南亚各国大多被动地卷入了美苏冲突当中。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领导阶层，往往更加倾向于美国。尤其是在看到隔壁越南的共产党在中苏的支持下气势如虹，南越政权节节败退的情况后，这些国家的领导层更是充满了恐慌，生怕自己会步了南越政府的后尘。故而，对于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一事，东南亚不少国家持积极态度，泰国、菲律宾更是亲身加入，派兵帮助南越作战。然而，由于南越政权实在是腐朽腐败，不得民心，即便美国亲身下场，也没能挽回越南战争的局势。虽然在具体的战斗当中，美国凭借装备、技术、训练等方面的优势从无败绩，但是美军始终无法摧毁抵抗力量，甚至于由于对美军在越南肆无忌惮的轰炸和使用化学武器，越来越多的越南民众怀着家园被毁的仇恨，加入了抵抗的队伍。美国在越南战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为此影响到了国内的经济发展。但越南的局势却始终没有发生什么有利于美国的实质性变化。最终，由于战场伤亡的增加和国内经济情况的恶化，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美国政府不得不开始考量如何从越南撤退。察觉到了美国退却的意图后，那些亲美的东南亚国家感到高度紧张，生怕在南越倒下之后，共产主义会向他们的国家扩张，更怕本国会如越南一样成为战场。在这样的恐慌情绪下，即使东南亚各国之间也普遍存在矛盾，不少国家间关系十分紧张，但这些自知实力有限，只有抱团取暖才有可能抗衡大国影响的国家，只能勉为其难地选择团结。于是在1967年，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5国在曼谷召开会议，发表曼谷宣言，宣告东盟成立。尽管东盟成立宣言当中并没有明说，但是在东盟成立之前，东盟5国的领导人都或多或少地表达过，东南亚国家联合就是为了对付来自北部的共产主义威胁。因此，在东盟成立之初，其实是作为一个反共同盟而存在的。中国与苏联都曾经为此公开谴责东盟，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用剑拔弩张来形容。不过，东盟与中国之间的敌对倒也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没过多久，东盟便放弃了与中国敌对的立场。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东盟执行与中国敌对政策，给自身带领的压力陡增，而此时的美国正因为在冷战中落入下风，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态势，减少了对东南亚盟友们的支持。在此情形下，东南亚各国审时度势，迅速调整了对华立场。就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个月，东盟就对外发布东南亚中立化宣言，称希望东南亚成为一个不受外部强国的任何形式或方式的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一贯反对美苏霸权扩张，对于东盟的中立宣言自然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如此一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敌意得到了极大的削减。尤其是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东盟迅速意识到美国有意拉拢中国，共同应对苏联压力，十分担心如果与中国发生冲突，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不会如以往一般全力支持东盟。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东盟国家的体量实力，完全无法与中国抗衡，继续与中国为敌就成为了一种危险行为。于是，在当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上，即使对中国政府输出革命的行为充满了怨气，东盟依旧确立了同中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方针。东盟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其政治、经济和安全情况的变化与中国有密切的利害关系。故而在东盟态度发生转变后，中国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之后的几年里，中国先后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1978年的11届3中全会上，中国调整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此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出现了极大的调整，开始逐步停止对外输出革命的政策，在国际问题上不再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站队。东盟感受到了中国态度的变化，对中国的态度也进一步好转。在越柬战争期间，中国与东盟对待战争的态度看法一致，
共同为恢复柬埔寨和平局面而努力的过程，极大地加深了中国与东盟间的政治互信。在越柬战争结束的1991年，东盟与中国共同决定，以后每年都要举行外交会议，并在当年7月首次邀请中国外长出席东盟外长会。1995年，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国。次年，东盟各国一致同意将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升格为全面对话伙伴。1997年，又与中国成立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加强双方的沟通合作。不过，直至此时，即使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东盟在外交上依旧是更加亲美的。东盟国家自身也都承认这一现实。即使中国一再声明自身的和平立场，这些深受西方思维影响的国家始终认为国强必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近在咫尺的大国，始终充满了不安。虽然美国也是霸权国家，还是当时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毕竟距离遥远，对东盟的威胁看起来要小得多。而且过去一直是东盟的支持者，故而东盟将美国视为防止中国霸权的安全依靠，以至于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际，同样在冷战当中消耗不少的美国准备撤离亚洲时，有不少东盟国家极力挽留美国。不过，很快美国就让东盟见识了一下什么叫做全球霸权。上世纪70至80年代，欧美国家普遍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量向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的地区转移，以及获取更大的利润。而东盟各国不仅人口数量众多，劳动力价格低廉，还拥有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称得上优秀的教育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又是美国的老牌盟友，自然是欧美产业转移时青睐的目标。借助这个机会，东盟国家经济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新加坡挤入亚洲四小龙之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也是并称亚洲四小虎。当时有不少人都认为，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亚洲四小龙与亚洲四小虎有望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然而这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在1987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才恢复没多久，1995年前2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又连续下滑，似乎有经济衰退的迹象。美国政府一看这个不行，迅速调整了经济政策，美元转入升值周期。美元升值吸引了大量资本回流美国，确实让美国经济转危为安。1995年下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较上半年已经有了较大的提升。然而，美元升值对于东盟来说却不是什么好消息。由于货币与美元挂钩，在美元对日元升值之后，东盟各国货币也相对日元升值。这使得东盟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严重下降，而这些国家又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外贸缩减之后，贸易逆差迅速扩大，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不得不大量借债弥补，为国家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然而，即便经济表现不佳，由于货币升值，这些国家国内的通货膨胀显现反而进一步加剧。对于危机嗅觉敏锐的资本在注意到这些信号之后，纷纷开始抽资外逃，这导致了东盟国家股市汇市下跌，又进一步加剧了其债务负担，导致经济形势恶化。在正常情况下，虽然危机信号已经出现，但是距离危机爆发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可供这些国家设法缓解局势。不过，还没等他们想出扭转局面的办法，就已经被虎视眈眈的美国资本盯上了。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金融资本注意到了这些国家的问题，认定这是一个大赚一笔的绝佳机会。于是，在1997年年初，外债问题最严重的泰国率先迎来了美国资本的做空操作。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会和罗伯逊的老虎基金会联手向泰国银行借贷泰铢到外汇市场抛出，打压泰铢汇率。泰国政府虽竭力救市，但由于债务沉重、外汇不足，终究没能顶住来自美国资本的冲击，于7月2号宣布投降，放弃泰铢与美元挂钩，改为实行浮动汇率制。消息一出，泰铢汇率迅速跌破历史最低点。索罗斯们在这场金融战争当中大获全胜。在泰国赚了个盆满钵满之后，索罗斯们乘势继续向其他东亚经济体发起冲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都在其列。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与泰国有极大的相似性。在泰国货币失守之后，由于市场恐慌，本就出现了汇市、股市双双出现大跌的趋势。再遇上国际空头的推波助澜，局面更是迅速发展到了政府难以控制的地步。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市场在几个月内变到了全面崩溃的地步。眼见东南亚金融市场崩溃，为逐利而来的国际资本迅速撤离，这导致对外资依赖度过高的东南亚实体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外资撤离之后，大量企业、商店、银行破产倒闭，数百万人因此失业，未失业者也要面临收入下跌的现实。无数人因此而陷入了贫困之中。经济危机导致的民生困境令东南亚政局也出现了动荡，泰国政府被迫引咎辞职，马来西亚领导人也因此下台。执政印尼30多年的苏哈托想要继续维持统治，但在社会多次爆发大规模社会动乱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向副总统移交了政权。而对于东南亚国家政府的窘境，美国政府全然冷眼旁观。
甚至在这些东南亚国家试图向他们求助的时候，提出苛刻的条件，借机收割东南亚国家的优势产业，这无疑令原本信赖美国的东南亚各国感到心寒。而同样是在这场危机当中，中国展现出的大国担当，也让东南亚国家意识到，中国与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是不一样的。货币贬值虽然会造成许多问题，但是对于出口是能够起到提振作用的。而当时东南亚地区各国经济都对出口依赖程度较高，而且在产业上也有相似性，因此在泰铢宣告贬值之后，为了本国的出口不受太大打击，货币贬值似乎是一种不值得责怪的选择。尤其是当时的中国经济也有不少困难，美元升值吸引投资，同样导致中国外资减少，而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急需资金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各国都以为人民币必然也会适度贬值，甚至一些国内经济专家也持这一观点。然而，中国政府却坚定地一次次对外宣布人民币不会贬值，并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这一承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但没有下降，甚至还有小幅度提升。同时，在中国政府的倾力防守下，港币也顶住了国际炒家的冲击，保住了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保持了相对稳定。如果说因为长期相对封闭的金融政策以及良好的经济秩序，人民币不贬值有着相对坚实的基础，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却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开放程度极高，便于国际金融炒家操作。同时，同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泡沫问题在香港同样存在。因此，尽管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都表明了要坚决维护香港联系汇率制的态度，索罗斯们还是认定有机会做空港币，把香港做成他们的超级提款机。面对国际炒家的冲击，香港政府果断出手，动用外汇基金入场托盘。中央政府也要求所有在港中资机构配合香港政府行动，并做好了向香港转移外汇的准备。在中国政府的坚决阻击之下，索罗斯们做空香港的算盘没能达成，凡参与做空香港的金融炒家均是损失惨重。港币保卫战的胜利，多少让其他同被国际炒家祸害过的国家出了口恶气，同时也为各国注入了巨大的信心。而人民币的坚挺更是成为了东南亚经济最重要的稳定剂。除此之外，尽管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中国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进出口严重受挫，不得不暂停改革，导致经济发展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但即便自身也受到了波及，在面对东南亚国家的求助时，中国政府还是给出了积极回应。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 IMF、世界银行以及双边渠道，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与美国推三阻四，甚至是落井下石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经此一事之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真正意识到地区合作的重要性和中国在地区事务当中的作用。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然而，由于一些东盟国家奉行权力外交的逻辑，认为东南亚作为小国难以抗衡大国压力，认定只有在大国平衡的局势下，东南亚才会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为自己争得更多利益。为了维持大国平衡，他们就需要在一方的影响力超出控制时，主动加强与另一方的关系。因此，虽然已经认清了美国的霸权嘴脸，认可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但是东盟不但没有与美国拉开距离，反而是因为与中国关系的加强，想要进一步与美国加速合作，甚至于为了利益最大化，在中美关系相对缓和时，这些国家还会从中挑拨，只因为在大国冲突时，会为了拉拢东南亚而给出更加优厚的条件。由于深知中国信奉和平发展理念，东盟的挑唆鼓动主要是在美国方面施力，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东盟国家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缔结了更深的联系，而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中国早已明确要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发展目标，然而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目标一旦实现，美国就没法再继续行使全球霸权，这是他们作为一个霸权国家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一旦中国的发展水平令美国感受到了威胁，美国必然动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国。虽然东盟本身只是想利用中美冲突获利，并不会希望与中国对抗，但是东盟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过大，如果两者之间的联系过深，东盟还是可能在美国压力下成为对抗中国的桥头堡。中国不能坐视这种局面发生，必须想办法确保东盟不会成为中国的敌人。对此，中国的做法是通过加深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让东盟离不开中国。于是在2001年，中国向东盟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并在之后的自贸区建立过程当中，先行对东盟产品大幅度下调关税。而说来可笑的是，尽管美西方国家整日把自由贸易放在嘴边，东盟各
各国又与美西方高度亲善，美西方国家却没有一个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反倒让中国拔了头筹。由于中国的优惠政策，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迅速增加。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尚未全面建成的2009年，中国就取代美国成为了东盟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之后，中国与东盟之间经贸合作更是蓬勃发展。到如今，中国东盟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贸易关系。按照东盟学者自己的说法，东盟不可能加入对其最大贸易伙伴的遏制政策，那实在太疯狂了。而且，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并不仅仅是贸易往来、互通有无这么简单，中国也在通过经济合作的方式，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切实帮助东盟国家发展。与西方国家资本以短期利益为重，不愿意在基础建设方面投资不同，中国国企有国家在背后支持，能够负担得起基建投资的高成本，等得起基建项目回报的长周期。因此，中国在东盟投资了大量的基建项目，帮助东盟国家极大地提升了国内的交通、通讯水平，而这些都对国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显然，在经济合作当中，中国作为大国，但中国并没有借助实力的优势，在合作中为自身谋取更多的合作收益，反而充分关注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并向东盟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动能。这种与西方大国霸权行径完全不同的做法，让东盟开始意识到中国想要也可以与东盟成为双赢的伙伴。于是，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并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逐步在外交、安全、生态、环保、卫生、文化、打击犯罪、青年、旅游、能源、教育等10几个领域也建立了合作机制。随着各方面合作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也日渐紧密。2003年，中国与东盟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了2021年，又将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水平。尽管由于东盟长期受西方思想影响，容易受到西方反华舆论的鼓动，对中国防范过重，导致中国与东盟合作水平依旧与东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不匹配。但是在中方的长期努力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终归是在向好的方向不断发展了。就在中国以经济为突破口，一步步拉近与东盟的关系时，美国却在继续自毁长城。在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之后，东盟继续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最大原因就是为了安全。尽管中国一贯爱好和平，但是中国的军事实力碾压东盟是客观事实。在一些东盟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纷争的情况下，东盟显然很难因为中国自称爱好和平，就对自身的安全放心。因此，尽管已经认识到了美国的霸道，也感受到了中国的诚意，但东盟依旧要去拉拢美国，好制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给自己增加一层安全保障。但是美国却用实际行动告诉对自己寄予厚望的东盟，与美国亲善没法给他们带来安全。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开始衰落，中国却依旧发展势头强劲，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美国意识到了中国的崛起，打压挑战者、维护国家霸权的 DNA 动了起来，开始考虑要怎么给中国添堵。正好当时有东盟国家发起了一个旨在加强经济合作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希望邀请美国加入。美国正在与其进行积极谈判。在打定了主意要遏制中国之后，美国原地借壳，接手谈判主导权，提出要扩大合作范围，还拉上更多国家加入，并为其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美国希望通过 TPP 打造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小圈子，打击中国的经济发展，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于是在美国接手之后，原本只在关注经济发展的 TPP 政治色彩日渐浓厚，其部分条款甚至已经威胁到了成员国主权。但不管怎么说，如果能够谈成，协议内国家能够实现零关税，货物、服务全部自由流动，统一经济监管制度标准，对于东盟的经济还是有好处的。结果就连这么个充斥着美式霸权的协议，美国居然还不满意，认为与自由贸易会影响美国国内就业问题。因为这点不满，奥巴马政府经过7年谈判，好不容易再把这个反华小圈子拉起来，结果前脚12个国家正式在协议上签字，后脚美国国会就强烈反对，不批准协议，导致协议无法生效。在美国政府换届，特朗普上台之后，更是干脆直接退群。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让其他签字国目瞪口呆，对美国的信任也大打折扣。 TPP 可是按照美国的意图拉起来的合作，美国在合作中占尽上风，却只因为合作中美国会有损失就直接退群。如果东盟与中国发生了冲突，美国真的会为了东盟冒着与中国为敌的风险，如他们所承诺的那样为东盟提供安全保障吗？很快东盟的这个疑虑就得到了解答。2022年，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在美西方鼓动之下与俄罗斯作对的行为忍无可忍，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在战争爆发后，美国嘴上倒是宣称支持乌克兰到底，也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贷款。
让乌克兰用来购买美国武器。但是对于乌克兰军队不敌俄罗斯的情况，美国压根不管不问，丝毫没有下场帮忙的意思。等到乌克兰把能抵押出卖的东西抵押的差不多了，美国更是干脆开始大幅度缩减援助规模，还提醒乌克兰不要忘记还钱。更有甚者，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早已经表现出了要抛弃乌克兰的意图，多次公开声明，一旦当选就会在1天之内结束俄乌战争。在俄罗斯显然不肯放弃到手的利益的情况下，美国想要迅速结束战争，唯一的可能就是压着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条件了。美国对乌克兰如此用过就丢，对东盟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东盟敢于挑动中美矛盾，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美国实力和所谓安全保障的信赖，认为即使中美发生了冲突，东盟也能安然度过，甚至说不定还能趁机在中国身上咬一口。但是乌克兰的遭遇证明，美国不会当那种自己下场和敌人打仗，让盟友捞好处的冤大头，只会让盟友去和敌人死磕，自己在后面捞好处。认清了美国的真面目之后，东盟连忙调整了他们的政策，开始从挑动中美争端变为试图调停中美关系，希望中美能够在东南亚和平共存。但是东盟的清醒来得有些迟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已经能够对美国霸权造成挑战，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了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打压中国，美国甚至不惜伤害本国的利益，也要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就连国内企业的游说都没能让他们停手。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单方面与中国势不两立，中国也不可能为了中美关系而放弃自身的发展权利。中美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无法调和，东盟的劝和已经没法起到什么效果了。更加不幸的是，由于东盟的地理位置以及此前亲近拉拢美国的行为，美国已经将东盟视为了其恶华战略的一部分。东盟大多数国家都深知，一旦卷入中美冲突，自己就要成为炮灰。对于美国拉自己恶华这事儿是有苦难言，只能尽力回避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美国见这些国家不愿意配合，居然直接公开发表不实信息，搞挑拨外交，破坏他们与中国的关系。然而，令这些国家感到头疼的是，尽管东盟中大多数国家已经对于局势有了正确的判断，但是也有还沉浸在利用中美矛盾从中获益幻梦中的国家。菲律宾作为前美国殖民地，有一批人深受美国的影响，又对中国的南海存在觊觎之心。如今面对美国的鼓动，这些人没有正确认识其中的危险，反而以为这是机会来了。小马克思上台之后，竟频频对中国发起挑衅，菲律宾的挑衅不出意外的全部被中国挡了回去，但美国却趁机以菲律宾为借口插手南海事务，导致南海局势紧张。然而除了菲律宾看不清形势，其他东盟国家都很清楚，如果南海局势真的激化，美国下不下场不一定，但菲律宾一定会很惨，甚至东盟也会被卷入其中，遭受严重的损失。眼看菲律宾执迷不悟，还试图将美西方的诚意作为挑衅中国的底气，东盟其他国家是真着急了，连忙发声表示，南海问题应当由有关国家自行解决，反对域外国家插手。美国却丝毫不顾东盟的反对，继续以舆论支持、联合军演等方式鼓动菲律宾在南海闹事。然而，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却也仅限于此了。在菲律宾因挑衅中国而吃亏时，美国只会谴责一下中国，并在口头上与菲律宾站在一起，却并不会给菲律宾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甚至在菲律宾国内因与中国关系紧张，影响菲律宾国际民生而不满，小马克思政权已经因此动摇之际，美国所关注的依旧是菲律宾作为反华桥头堡的价值。如此情景，更是其他东盟国家纷纷选择与美国拉开距离，生怕自己被美国盯上，成为下一个菲律宾。于是美国开始感觉到队伍越来越难带，原本上赶着讨好自己的东盟，如今竟然开始对自己说不了。更令美国不满的是，东盟明知美国与中国的对立，却一边对美国说着拒绝在中美之间站队，另一边与中国的合作却在不断深化，这让美国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然而对于东盟来说，他们只不过在做出符合自身的发展需要的选择。